各位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展示几盆我非常喜欢的生石花啊。首先呢，面前的这一盆啊，是一盆非常普通的这个紫薰啊，黄绿紫薰啊，也没什么编号啊，我也不再注重编号啊。这一棵为什么喜欢呢？它这个绿啊很特别，而且都是群生了。那今年呢，它的开花季我就更喜欢它了。大家看一下，基本上啊，不是基本，是所有的头上都顶着花剑了，马上就要开花了啊，漂不漂亮？这个植物其实我也养了很多年了啊，土用的也是比较粗颗粒的，在整个夏天也没怎么给水啊，但是一旦进入到秋天之后，它就开始茁壮生长了啊。这棵是绿紫薰，这棵啊之前的视频也有拍过啊，有的花友告诉我这棵叫招福玉啊，那 OK 无所谓啦啊，它也是每一头都有花窜出来。每一头都有花窜出来，当然有的花先开，有的花晚开，有的花已经开败了啊。但是大家看这颗头和这颗头当中其实都有吐花舌头了啊，马上也都要开花了啊。虽然品种很一般啊，但是它的造型很特别，手捧花状的啊，非常美。这一颗啊酒红紫薰啊，应该也是算是这个我出镜率会非常高的啊。但是在它的开花季啊，它的这个颜色发生了一部分的变化啊，很多花友质疑这个品种应该不是酒红紫薰啊，但是我非常确信可以说它一定是酒红紫薰啊，因为它蜕皮后的那个颜色非常纯正，好吧？这个整个夏天也是比较干痒的啊，现在马上也要开花了，而且这一个酒红紫薰它是已经有很多后代了啊，非常美丽，状态也不错。这一棵是黄敏玄玉的大群生啊，黄敏玄玉相对来说个头不大啊，就它这个单头啊体积并不大啊，所以说我还是把它种在气方里啊。大家看这棵开花也挺神奇的，4个角上的这个头开始开花了，当中还没动啊，好不好玩啊？黄敏玄玉啊，也养了好多年了。这一棵是 C48A 的绿光杨啊。这个我不多说了，因为熟悉我的花友在之前应该看到过很多次了啊。但是它居然不开花啊，可能我想是不是把它照顾得太好了啊？个头也是非常大，非常饱满，而且这个种荚已经出了至少500-600个后代了啊！现在已经1年苗了，1年苗也挺大了啊。等到以后翻盆的时候，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分享。好，面前的这一盆是 KO 啊，是 KO。本来这一盆里面有3颗 KO 的啊，但是去年不小心给我养死了1颗，现在只剩下了2颗。但是这个2颗都已经变成了大双头了啊，已经变成双头了。这颗有些土长啊，这颗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这颗的窗面是有反光色的啊，这颗窗面是绒面的啊，因为现在这种品种也不贵啊，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喜欢也都可以入一下啊，我个人认为是挺有意思的。面前的这一棵是荒玉啊，这棵荒玉年份非常大了啊，大家看它的纹路清晰可见，和现在网上的一些流行的荒玉还不太一样啊，我暂定把它定义叫老荒玉吧啊，主体非常的饱满，夏天也是没有浇过水的，它是半蜷缩在土里的，但是秋天一泼水下去它就长高了啊，那像这样的状态我是坚决1滴水都不能给，直到明年蜕皮啊，直到明年蜕皮结束啊，它花也开过了。因为荒玉本来要的水就比较少，如果说你再给它大水的话，它马上就会烂给你看。好，这一盆啊，大家看好像这个不是很多，对吗？是因为很多都死了啊，剩下的这一些都是精兵强将啊。这几颗是绿露美啊，这几颗是绿露美，而且这颗绿露美有点带茎了，大家看到吗？啊，这到旁边有点黄色啊，绿露美带茎啊，这个上面是应该是黄微纹吧？啊，黄微纹的开花真的是很漂亮啊。一朵小白花顶在球体的上方啊，给大家做个近距离的展示啊，真的是非常的特别，与众不同，小清新。而且黄微纹，大家看这个上面是有一个个点纹的，你看到吗？有一个个点纹啊。好，这些啊，整个夏天也没怎么浇水啊，但是一旦进入到秋天之后，大家看都非常的饱满啊。绿露美啊，我这边也有后代了啊，只要到时候播种一下就完事儿了。最后登场的这一些红色的啊，是我非常喜欢的。它的品种我有些忘记了啊，不过回头去翻一翻我之前发过的这个视频啊，大家看这个已经快要开花了啊，其他的在这一盆的状态里也都还不错啊，有的也都变成双头了。那其他的我是种在这一盆里面的啊，这个边角上这些其他品种请忽略不计啊。这个品种啊，底是红白色的大家看这个底有点这个带茎了啊，有点带茎的。这个呢是
白色的底啊，它上面的红跟它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色啊，显得球体真的还是很漂亮的啊。这些绅士花就刚刚我说的这些，每个品种它都不太一样啊，都有它的特点啊。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养得好啊，一定要养成像我这样的这个贴地飞行啊，你的植物就会美丽，好吗？这个视频就讲到这儿啊，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最近绅士花的一些状态啊，真的是出奇的好。好，这个视频讲这儿，谢谢大家。